我是安娜。这支影片呢，我又要挑战了。现在时间大概是1点50了，快点！我现在要去做一件很疯狂的事情。这个月的17号，6月17号，我就即将要毕业了，要离开大学生活，要离开这个校园生活，4年的时间就这样没了。Oh my god， 超快的！我就想了一下，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做过那种大家印象中大学生们会做的事情，比如说夜冲啊、夜唱啊、夜店啊，对我都没有去过，我记录是0。今天我要去挑战一个类似的版本，我要去夜骑，对，我要去夜骑。我没有在这个时间骑过脚踏车，其实这个时间我通常也都还没睡，然后还在滑手机。今天呢，这个路线呢也是我之前没有骑过的，应该说我都是骑它的对面，对，就是从新庄过了新月桥之后到大稻埕啊、淡水那一条路。今天就是要不过桥，直接往上，从新庄往上五股，再到八里，目标呢就是巴黎左岸自行车道。然后我希望可以的话能够赶上日出，虽然说那个就是大家 Google Map 看一下那个公里数，其实没有很久，但是我很无法抓那个时间，然后要拍影片，还要架脚架，所以时间其实我是有一点紧张啦。它上面写1小时5分钟就会到了，我现在直接抓一个4小时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去看看夜骑这次到底会不会成功，然后路上会遇到什么事情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体验吧。走吧，拜拜。拜拜。啊，我要喂你吃早餐。买了这个，因为我怕我肚子饿，但一路上的话只有饮水机，不是饮水机啦，饮料店而已，不是饮料店啦，那叫什么东西？投币机啦。我接到车了，准备出发。路上都没人了 ，Go！ 晚上的车辆真的空了不少，不然这条路白天的时候真的车超多的。要去新月桥的快速路径就是这里。要去新月桥的快速路径就是从中正路的251向右转。那我自己都会记国泰世华看到了就右转进来这条巷子。大家前面有觉得为什么我这段讲话这么喘吗？因为我竟然忘记带钱包，又赶快跑回家了一趟，超荒谬的。好，总之我们出来之后呢，就会到新庄庙街，再往前的话呢，就可以直接看到新月桥的牵引道口咯。桥上都没什么人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下去这里。准备要接近3重的这个路段，就有一点点小复杂。我上次来的时候找了一下子，还有经过的警察北北给我指路，还有另一个阿姨，跑步中的阿姨，人超好的。我是从那个新月桥那里，新庄那里。对。一直靠右走，一直往前走。你这个前面第一个东京桥，第二个东跳桥。右转过来之后看到一座小桥，这里就要左转，不要再过去喽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比我上次8、9点来的时候看起来还蛮亮的，就是视野是清晰的，没有我担心的那么暗。所以的话就是要一直直走，会到这个路块都是正常的，因为它可能会为了给行人走，或者是这本来就不是自行车道，那我就不知道骑哪边，所以就大家都告诉我要走这里，我就走这里。接下来就一连串的我真的最讨厌的地方，要一直过这个 U-Bike 的脚，就是一直卡住。过关斩将，因为现在大概才3点35分，距离已经剩下不到1个小时。但没关系啊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？就是多一点时间准备也行啦。因为毕竟像我刚才就忘记带钱包，我还回家拿了一下。因为现在时间真的太早了，然后我刚听了一下那个影片的声音，最后被这台脚踏车气死超级吵的，所以我打算呢先骑去附近的租借站，然后在那边换一下脚踏车。其实也是有人在夜骑，就是这个时间夜骑。我刚刚现在遇到2组，因为同站续借呢需要15分钟，所以我刚才有先去便利商店纳凉一下。往巴黎5点4
通常夜骑的时间大家都几点？因为我在网络上看，大家可能都是什么8、9点啊，先去逛完夜市啊，先去吃晚餐啊，再来夜骑，不然就是夜骑完之后去吃饭。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我一戴上耳机开始听一些很振奋、很开心的音乐之后，我就觉得我在这里骑脚踏车闻到了淡淡的奶香味。我已经看到远处有红红的霞光了。好，应该就先跟他指示，可以问一下警卫贝贝。看了一下地图，发现这个是没错的道路。哎，天开始亮了，天开始亮了！哇，我起鸡皮疙瘩！快！陈卢桥刚下来之后要走这条路。到了！等一下，我太兴奋了！我到了，这超美了 ！Oh my god！ 完全是手机拍不出来的美。然后这里其实也看不太到日出啦，因为被山挡住了。可是我觉得可以去看到这些吧。即便只能看到这些，心里还是有满满的感动。好奇大家骑车的时候都带着什么样的心情，在想些什么呢？我的话，除了纯粹运动，这也是我生活里的留白时刻。有时双脚轮流踩的踏板，脑袋中也好多情绪在流转。看着河边的景色，把当下的不快乐都拿出来对他们倾诉。不过我更喜欢下次再重复经过某个路段，上回的不开心已经烟消云散，真心能够为眼前景色露出微笑的时刻。现阶段就某方面来说，从那些情绪跟回忆里成长，我也从台北河滨毕业了呢。其实我是来拍这个，好一阵子不会回来了，但我一定会非常想念的。夜骑巴黎成功，应该算成功吧。我看到日出了，我真的觉得我比较喜欢白天的时候骑脚踏车，因为我很喜欢收获那些美景。晚上的话真的太一成不变了啦，一看到那个天开始从很暗红的，然后开始慢慢变亮，深蓝色的天空，再变到浅色的，然后再变到橘色的日出，我就觉得心里很激动，然后我想快点看，骑过来这边啊，好棒哦！虽然说我现在热到不行。早安。毕业了哦。对。对面是关渡宫。好舒服哦。很大的树种在中间，又有渡轮，跟很大的河面，还有对岸的高楼大厦，有一点点异国感。天气是好的哎，开始骑车之后又有凉风，觉得很棒啊。哇，金光闪闪的，这么宽大哎，可以同时有好多人一起并行都没关系。然后我讲的宽大也包含这整个河面，好宽敞哦。我到了巴黎老街，他们大概都11点多才会开。双胞胎店，我会点甜甜圈，因为我不爱双胞胎。其实我很期待吃这个。
期待的颗包蛋，它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烫，我要把它打开。好，我要吃喽。超多料的，我觉得没有到很厚，有点像炸饺子皮，酥酥脆脆的。有高丽菜啊、萝卜、红萝卜，然后也有冬粉，很像汤包一样，超锁水的。高丽菜不是单纯脆脆的那种，它是有吸水分，然后咬下去有点像卤白菜的那种软度，但又不失脆度，一点点。大推大推！好啦，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，从新庄夜骑到巴黎的初体验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欢迎帮我按个赞，也愿意分享出去的话，我会非常的感谢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虽然这个时间点出来夜骑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危险啦，但实际上骑起来非常的安全跟顺畅。OK， 那我要回家了，从关渡搭捷运回家，因为这个天气看起来随时要下雨。接下来我最想做的2件事情，第一件就是洗澡，第二件是睡觉。我现在身上超黏的。好啦，那就这样，大家下次再见，拜拜。